昨天听说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天刚蒙蒙亮，吴新荣便起了床，请出了藏在防空洞里蒙尘已久的祖先牌位。吴新荣先向祖先上了香，随即出门会友。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吴新荣写道：他和朋友们各脱衣装，跳下溪中，洗落10年来的战尘及50年来的苦旱。起了岸，个人向海面大声绝叫：自今日起，吴人要开新生命了。文人医师吴新荣，东京帝国医科大学毕业，在台南嘉里医院执业。他有着写日记的习惯。从1933年到1967年，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吴新荣坚持写日记，从未间断。珍藏于台湾史料中心的手稿显示，1938年1月1日起，吴新荣开始用日文写日记。而今将近8年的光阴过去，吴新荣知道自己可以不再使用日文，他重新开始用中文书写。这一天是1945年8月16日。总是过去300年之一切，即清朝的遗风、日本的色彩，皆为此一战完全清算去了。若由此废都能发生新文化，此不是无人之责任乎？34年10月25号，日本代表在台北中山堂签字投降，由我国收回台湾。1945年11月21日，台湾光复不到1个月的时间，台湾《民报》以头条报道了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设立国语讲习班，半天之内就有4000多人报名的消息。天地显宏，宇宙宏宏。除了四处挂牌的国语讲习班，街巷里读百家姓、千字文的私塾也陆续恢复。懂得简单国语绘画的人，一时间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各种新旧国语书籍纷纷上市。抗战期间红遍大陆各省的歌曲，也出现在台湾街头。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第一个唱社会的还是中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那个一个大学生在叫，还有一个女学生拿红琴，所以我们也唱，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发音，他用日本51个字的音写，我们大家抄。这一年秋天，17岁的张克辉结束了少年兵的生活，回到了彰化家中。教国语的老师还没有来报到，张克辉从同学手上借来一本国语小册子，开始自学国语。台湾南投，张庆龙就读于离家1华里的方美公学校林子分教场。1945年8月15日以后，12岁的张庆龙第一次读到了《三字经》。因为日本的老师大概都慢慢的都离开了，剩下的就是台湾籍的老师，因为他们大部分也都会闽南话，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会教那个三字经。10月光复到11月以后，整个下午就学校就停课，调老师去收训，叫做北京语的培训。
就他们去受训，下午受训，明天回来，上午就教我们。伴随着国语学习的热潮，1945年10月10日，日本投降后的岛内第一份中文报纸《民报》诞生。光复当天，《前锋》《正经报》《民生》等中文报刊杂志也同时出版。一改之前岛内只有日文读物的局面。台湾光复，河山依旧，而事物有全非者。全非的事物中，要算这件语言问题为最严重、最厉害的。在1945年10月22日的《民报》上，台湾作家杨云平直言，要夺还我们的语言。芝山岩位于台北近郊，林木环翠，自清代起便是个读书的好地方。1895年7月，刚刚被任命为日本驻台湾总督府第一任学务长的伊泽修二，带着几个随从来到了芝山岩考察。伊泽修二对这里清幽的环境颇为满意，当下就做了一个决定。几天以后，会济宫2楼的文昌阁响起了教授日本语的声音。会济宫被更名为芝山岩学堂。1895年10月19日，第一批共7名学生从芝山岩学堂学习日语毕业。当日本官员在1895年夏天抵达台湾时，日语还只是被称作日本语，但在短短的1年间里，日语便被日本殖民当局确定为所谓的国语。到了1896年，日本殖民者已经在全台湾设立了日语传习所16所，分教场18所，招募台湾子弟入学。日本人派警察到各地，你家小孩来念书，我一天呢来念了，我一天给他1毛钱，1毛钱呢。那个时候1895年到1900年，台湾的警员的薪水啊，多少钱你知道吗？3块钱，等于说一天只有1毛钱呢。他台湾人说开玩笑，日本警察大人1个月才的，那我试试看，找一个老大，你去学校，回来真的拿1毛钱回来。刘东洲，客家人，1934年生于新竹竹东。因为我们家里家境比较好哦，这个小车子还是竹东街上只有我有。这个就最老的爷爷奶奶，说我爸爸。刘家家境殷实，父亲曾在镇上经营着专卖日货的完善商店。刘东洲从小就和日本孩子一起上学。我从小长大，我不会讲客家话，也不会讲闽南话，我只会听日本话，讲也讲日本话。我没有想到我是台湾人，因为我的曾祖父是新竹县衙当师爷嘛，我也心里头讨厌日本人啊，一辈子不讲日本话，他也听不懂，所以我跟我爷爷讲话，要我爸爸翻译了。
台湾教科书图书馆收藏着日据时期编印的各种版本教科书。1898年，日本驻台湾总督府颁布公学校令，将各地的日语学校和日语传习所统一改制为公学校，以普及日语为主的台湾近代殖民教育就此发端。此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殖民当局强制在台湾推行日语教育。他要改变一个他殖民下的那批人的民族性，也是从改造语言开始。所以语言确实是非常根本性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初期，虽然推行日语，但仍允许学校教授汉语。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本土进入战时体制，一场强制推行效忠天皇、铲除中国文化的皇民化运动在台湾全面施行。为了使台湾人能够变成他们口中的所谓真正的日本人，然后能够为天皇来尽忠，所以他们必须强化对于台湾人的一个日语的普及，因为他们说语言的使用实际上可以学到语言背后所代表的文化所以日语的强制普及运动在当时皇民化运动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一方面是普及日语，另一方面是全面的禁止汉文，也就是说台湾人不能说汉语，也不能写汉文，必须全部说日语。当时我们到了学校，一定要讲日语，不可以讲我们的台语了。没有讲日语，这就会被修理的。在这场皇民化运动中，日本殖民教育机构设置的日语讲习所遍布全台湾，各种类型的日语比赛，把日语确定为国语的国语日活动更是常设节目。全家使用日语者经审核通过后，可领取国语常用家庭的牌子，悬挂在门口。大家爱讲日语啦吼，所以伊规定一个是讲，你若规家伙讲日语的时候，就公所发一块牌啊，互伊写国语之家啦。你若安尼落到地吼，挂到恁的门头前的时吼，恁就拢袂使咧讲台语啦，拢爱讲日本话。伊做国语之家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你若配给物件时，拢会用配较好的物件，像讲猪肉咯，也用配较济，鱼仔嘛用配较济。就认定做国语这个常用家庭的话，你第一个，你的配给比较多，因为当已经在战争末期，根本就是物资缺乏，你的配给多。第二个，你的孩子可以去读日本人的学校。立夫先生，台湾收复之后，应做工作自然很多，但地以为最重要的一种却是教育。1944年5月，国民政府台湾调查委员会成立不久，陈仪给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写了一封信，谈到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教育的种种弊端，并且指出了奴化的本质。抗日战争结束的前一年，在日本驻台湾总督府的统计数据里，这一年台湾的日语普及率达到了70.6%。
波峰，你知道哦，我们连这个都连读都还没有读过，而且北京话都连讲都不会讲，哪里会讲？连听过都没有听过啊！反正通通都是对，所有的小学1年级到高中生到大学，全部都是这里。所以我这个出解放，出日本投降以后，我不懂的中文，所以我写的东西都是日文。日本败战前夕，当时候的报纸有一个报道，就是说30岁以上的台湾人哦，100个有1个多少还可以那个懂汉字，然后30岁以下的台湾人的话根本就不行，那20岁以下的根本不懂汉字，而且对他们来讲，日语反而比较是最方便的一个表达语言。刚刚受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的陈仪来到台湾，曾经留学日本10年，会说一口流利日语的陈仪，此时绝口不讲日语。他与台湾民众交谈，要求日语翻译或闽南语翻译在场。陈仪清楚地意识到，台湾需要一场文化重建，而这一切都要从全面推行汉语开始。语言文字背后代表是一个文化哦，一个思考的逻辑，然后必须透过语言文字的话，你才能够把那个中国文化哦，然后整个中国人的思路、中国人的那个伦理的观念，重新再移到台湾来。你好，你好。600万人以燃烧一般的气势开始学习中国语和中文。台湾作家吴浊流在书中写道：会中国语和中文的人，主动地当中国语讲习所的义务教师，无酬给民众教授语言。而在日本籍记者伊藤金次郎的回忆里，许多人在街头挂起黑板，在当时只要是会汉语的人，不管标准不标准，都会有人围着他学习汉语。国语思潮是很混乱的，从大陆来的东西南北，然后来的口音都不一样嘛。但是呢，大家就认为，只要学国语，就可以有将来。他们用的那个教科书五花八门，知道说台湾光复了哦，台湾重回祖国了，那应当要学习国语，是自发性的很多，是一种自发。红火而杂乱的国语学习热潮，让陈仪感到喜忧参半。规范需要专才，陈仪再次动议，他要聘请一个专才高手来主持国语规范教育。这个人是谁呢？魏建功，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人。1940年以后，魏建功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任职。台湾调查委员会成立后，魏建功被聘为调查委员会兼任专门委员，参与了台湾接收的设计筹划工作。抗战结束后，44岁的魏建功本想回到北平，一纸调令改变了他的计划。魏建功来到了台湾，他带来了注音符号、国语教学留声片，还有国语发音的标准方法。1946年4月2日，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第6课，数词：一个人，2只羊。这时的台湾
大约每10户人家拥有一台收音机。1946年5月1日起，每天清晨7时，打开广播，便可以听到北京口音朗读的国语读音示范。9套衣服，10对鸭，12只筷子。在国语推行委员会的推动下，国语示范广播、国语教材、各种国语学习班、推行所也快速的、有计划的在台湾各地铺展开来。然而，如此大规模的国语教育，教源在哪里呢？1946年2月12日，中国人的传统佳节春节刚刚过去10天，福建省厦门市政府收到一封电报，本省接管伊始，国民学校国语教师需要迫切，兹拟在闽南招选240名能操国语及闽南语者为限。刊登在1946年2月27日厦门江声报第3版的这则消息毫不起眼。22岁的林良并没有看到这则消息，他所就职的厦门青年日报最近关门停办了，他需要重新找一份工作。这时，一位朋友提供了国语推行员的招聘信息。林良很快前往应聘。那么需要国语推行员，他们条件非常单纯。第一是教过小学，他才懂得教学哈。第二就是会说厦门话，因为厦门话跟台北的话几乎是一样的。我正好具备这2个条件：教过小学，会说厦门话。1946年春天，厦门共有90多名教师赴台任教，其中有30多位是前行担任国语推行员，林良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接受了短期语言培训之后，林良与一同被录用的伙伴们从高雄登陆，来到了台湾。我的父亲那时候已经过世了哈，但我的母亲呢？很反对，他说不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可以慢慢找啊。我说我已经口头答应人家了，不能不去，所以我走的时候，他很伤心。这一年初夏，在北部的基隆港，龚淑棉和他的同学们也踏上了台湾这块土地。现在福州闽江口做了台交轮，那好像是早上做，一直到晚上整天哦，整天到第2天早上才到基隆哦。一路上这个船翻来翻去，我黄疸都吐出来，吐得要命。那很辛苦的，我要知道那样子，我都不敢来了。7月的基隆，海风咸湿，龚淑棉有点不安，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1924年，龚淑棉出生于福建泉州。1946年，龚淑棉从国立第1侨民师范学校毕业。念初中的时候，我还不晓得有台湾呢。想起来，你可能不相信，那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观念，因为那个时候只晓得东南亚那个菲律宾啊、新加坡啊，就这几个地方嘛。就在这个时候就忽然间来一个什么台湾说要很多小学老师嘛，
也叫我们侨师的这一批人先去支援一下嘛。当时台湾的好像是大义吧，大义吧，大义照的，大义照这张照片。龚淑棉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来台的日子。最初，她被分配到台北女师附小教书。当时的龚淑棉并不知晓的是，她的堂兄龚书赤，在被聘为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秘书后，正随着魏建功等人，沿着长江水路出海，前往台湾。没过几天，突如其来的一则消息让龚淑棉异常痛惜。忽然间就晴天霹雳，我怎么应付啊？那只好去见这个他们带他来的教授了，问他们我为什么勾勾会掉下去，他们就告诉我，他近视眼看错了，把那个顿船的影子板子看错了，踏空掉了湖北省一个绵阳的地方，靠长江边。因为堂兄意外身亡的缘故，龚淑棉认识了魏建功。在魏先生的帮助下，龚淑棉入读台湾师范学院教育系，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上学。台湾师范学院就是今日的台湾师范大学。截至1946年9月，已经有1000余名大陆青年通过征选赴台任教。他们中的很多人和龚淑棉一样，从此定居台湾。作为国语推行员，厦门青年林良来到台湾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编著一部国语与闽南语的字音对照书。这本书嘛，就是记录这个国语跟闽南话发音相同不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哈？比如说我、你、他的我，这个台湾话口语说挂哦，但是呢，真正的国语发音是我哦，就给他们做一个对照，这是我的第一个工作。台湾方言主要指的是在台湾地区使用的闽南话、客家话与少数民族语言等。明清两代，大量福建、广东民众迁入台湾，其中以福建闽南地区为主。台湾的民众的他的祖籍地，是吧？他的这个深深的那个摇篮之地，是来自福建，主要是来自泉州和漳州的闽南。闽南话在台湾的方言当中，应当说是居于主体的，使用人口最多的，还有一个小部分是客家话。光复之初，虽然短期内还无法摆脱日语文化的影响，但是台湾的方言已经逐步从家庭走向公共区域。为此，魏建功提出从闽南话、客家话等本地方言入手，对照方言与国语的发音，加快推广国语。我是觉得魏建功魏先生他确实是不得了。那普通话的话，你一下子要推的话，不是那么简单。他一个想法一纲，一个从方言就让台湾人先恢复学习方言。那所谓方言，包括闽南话跟那个客家话、广东话。不管是方言或是国语，反正是属于中国的语言嘛。然后那个只是发音不一样，然后语言背后的那个语言的那个逻辑，整个结构是一样的。从方言里面来进入那个普通话，是一个最好的途径，最好的方法。许继福兄
为促进台胞新力建设，拟专设编译机构，编印大量书报，盼兄来此主持，悉垫付。这幅照片摄于1904年的日本东京。站在陈仪背后的，右边的是鲁迅，左边的人叫做许寿裳。许寿裳字继福，浙江绍兴人。1902年9月赴日本留学，在同乡聚会里结识了陈仪和鲁迅，三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许寿裳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接到这份电报时，他是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他也是再三邀请许寿裳过去，一个嘛是因为是日本的同学同乡，在呢非常了解彼此啊，那么他觉得呢非他莫属。除了说他们的交情之外，还有他的那个留日背景，因为当时整个台湾的话，日本化非常深，就是同化非常深。你不懂得那个日语的话，不懂得日本文化的话，还有你说你对日本文化没有某种程度的理解，你根本没有办法做所谓的文化重建工作。绍兴鲁迅纪念馆珍藏着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这套由许寿裳与蔡元培共同编纂的鲁迅全集，在筹集印刷款项时，曾经得到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慷慨资助。10年之后，面对陈仪的邀约，语言学家许寿裳却似乎有所顾虑。整个抗战期间，许寿裳跟随所任教的大学不断内迁，饱受颠沛流离之苦。1946年初，许寿裳才刚回到南京，此时他和妻儿阔别已达9年之久。然而，在短暂的犹豫后，许寿裳还是同意前往台湾。其实他说，那他的爸爸是许寿裳告诉他们，那个南京的政治空气他很不适合。还有许寿裳有一个心愿，他说希望他能够完成鲁迅传和蔡元培传的那个写作。当时台湾还算是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所以他希望说到台湾，利用台湾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完成他的一个心愿。1946年6月25日，许寿裳登上一艘开往基隆的轮船，只身孤怯来到台湾。兄愿来台工作，很高兴。台湾经过日本51年的统治，文化情况与各省两样。目前最感困难的是改造心理工具，语言文字需先改造。这样的工作为台湾、为全国都有意义，望兄花5年功夫来完成。1946年8月7日，直属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台湾省编译馆正式成立，许寿裳出任馆长。陈仪希望编译馆可以成为战后台湾中华文化重建的典范。许先生到台湾以后啊，他集中下了一柄这样学习国语和国文。那么我们想讲国语也好，写国文也好，是普及读的，用不着像许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来写作。但是
如这个徐队长是根据台湾的现状，他自己来写。坐落于台北中正区南海路54号的这栋建筑，正是当时的台湾省编译馆所在地。1946年夏天，台湾省编译馆尚在草创之中，办稿、写信、抄电报，甚至贴邮票，事无巨细，许寿裳都亲手去做。一封又一封由许寿裳亲手寄出的邀请信发往大陆，翻译家李继野、金琼英、作家李和林先后应邀来台参与编译工作。1946年，随着日浮日侨遣送工作的陆续完成，日籍专家学者的遣返已是板上钉钉之事。然而，台湾省编译馆下设的台湾研究组却需要留用一批日本学者。许寿裳到台湾以后，就很明确的谈要吸收日本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然后要在台湾开展台湾研究。许寿裳他们这一代，尤其日本的话，他们是知识绝对不是亲日，他们也饱受那个整个抗日战争的流离之苦。那同时他们在日本接受所谓比较那个近代化的教育，也知道说那个日本近代化的教育有它好的一面，他要把日文的台湾研究把它中文化、资料化，以挪用来代替接收。我想这整个跟去日本化、在中国化是没有那个矛盾的。台湾光复之初，中文报刊陆续出现，但是当时销量较大的《台湾新生报》《人民导报》等报纸依旧保持着部分日文版面，以满足读者的需要。直到1年以后，1946年10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发出一份公告，命令从即日起撤除所有新闻报纸杂志之日文版。几乎在同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下令中小学禁止使用日语。51年来，第一次把日语逐出了教室。现在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非常成功了。这个就实际上把这50年的统治的这个王明化，就把它扭过来。1947年4月19日，许寿裳在致鲁迅遗孀许广平的一封信中写道：“此间办事困难，其最大障碍在语言的隔间。因台胞均说日语，看日文，对于国语国文程度太低，现虽助力于此，收效尚甚少也。”给许广平的信发出不到1个月，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随着陈仪去职，1947年5月16日，台湾省编译馆被撤废。台湾省编译馆撤废后，许寿裳转任台湾大学教授兼中文系首任主任。
1年前，带着文化重建的构想渡海来台，许寿裳从来就没有忘记奋力推介他的挚友鲁迅。此后的2、3年，台湾文化界曾经掀起鲁迅文学热潮，许寿裳便是其中最有力的传播者。台湾要文化重建的话，一定要掀起一个新的文化运动。许寿裳他认为说，台湾光复后，台湾最需要的是那个民主、科学，然后道德实践，还有中国民族主义。然后这些精神可以从那个鲁迅身上，透过鲁迅精神的传播，可以从鲁迅的身上来学习到。在辞去了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后，魏建功也来到台湾大学做了一名教书先生。1948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仍然给魏建功下达了一个任务，让他将北平的一份报纸迁移到台湾。在北京有一个国语小报，可是当初没有料到啊，就说北京的人呢，都认为他生下来就会说国语，所以他对于国语小报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那个国语小报是变成没有读者的一份报纸。那个教育部长朱家骅，他来台湾视察啊。发现台湾推行国语的成绩非常理想，他很高兴，他就说国语小报移到台湾来出版。1948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3周年纪念日，国语日报正式创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在国语日报的创刊号上留下这样一段话：本年1月间，我曾经到台湾来，从北到南，所有主要城市以及山地我都走到，大致看过。短短10来天的功夫，使我忘不掉而最兴奋的印象，就是到处都能碰见说很好的国语的人。他就抓着一个小朋友来试试看，用国语跟他讲，结果那个小孩子讲的国语比教育部长还标准，他好惊讶，说这么厉害，你们到底是用什么办法啊？其实办法就是很简单嘛，就是这个去流汗，去努力，就把它做出来这样。在完成了国语日报的创刊之后，魏建功回到了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大约5年后，他主持编纂了在大陆影响深远的《新华字典》。而在台湾，国语日报因为坚持在每个签字上都标注注音符号，成为日后台湾推行国语的有力工具。创办60多年来，深深影响了几代台湾民众。曾经的国语推行员林良，后来也成了国语日报的一名员工，在国语日报服务了50多年。因为致力于儿童读物创作，他成为台湾儿童文学之父，被小朋友们尊称为林良爷爷。台北市福州街2号，这份叫做《国语日报》的报纸，
在这里已经运作了67年。《国语日报》其实是一份非常特别的报纸。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题哈，大家来种树。在国字旁边这个就是注音符号，那怎么拼呢？大的啊大，家鸡啊家，来了哎来，种滋瓮种，树吃物树。断裂的文脉在接续，祖先的信仰要传承。几经波折之后，1946年8月，一个15人的团队从台北出发，飞往祖国大陆。他们将要去哪里？他们担负着怎样的使命？敬请收看6集历史文献纪录片《台湾1945》第6集《共祖中华》。